现在立刻马上把你们手里的股票软件或者汇率软件打开，看看欧元对美元，再看看欧元对人民币或者港币的走势。看到了吗？这不是简单的数字跳动，这是赤裸裸的财富转移。如果你现在还觉得去欧洲旅游贵，买欧洲货贵，那你真的是活在10年前的旧梦里了。今天我不跟你讲那些虚头巴脑的宏观经济学大道理，我直接把现在最真实的数据甩在你脸上，告诉你为什么你觉得贵，是因为你的脑子还停留在欧元对人民币1:10的年代。但现在是什么世道了？汇率跌下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整个欧洲大陆正在打折大甩卖，就像一个原本高高在上的贵妇突然家道中落，把你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资产摆在地摊上任你挑选。但我发现身边90%的人还是觉得，哇，欧洲好贵啊，吃顿饭要几百块，这就是典型的穷人思维，是被过去的记忆锁死的韭菜心态。今天这条视频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我会把这层窗户纸彻底捅破，告诉你如何利用这个汇率错觉去收割这个世界的羊毛。不管你是想去旅游、留学、买奢侈品，还是想做点投资赚大钱，今天的内容都能让你省下一大笔，甚至赚到你人生的第一桶金。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说欧洲贵是个错觉吗？我讲个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就在上个月，我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旁边的一家咖啡厅，那是真正的富人区，对吧？我点了一杯 espresso， 你猜多少钱？才2.5欧元，兄弟们，2.5欧啊，换算下来也就是10几20块人民币。你在国内的一线城市，在上海或者香港随便找个网红店，一杯刷锅水一样的美式都要卖你30多40块吧。我有时候坐在巴黎的街头，我就在想，到底哪里才是发达国家，哪里才是发展中国家？这种巨大的反差感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核心，购买力评价与汇率之间的巨大裂缝。这个裂缝就是我们赚钱和省钱的机会。很多人只会盯住标价看，说，哎呀，这个包包在欧洲涨价了，但你忘了算汇率啊。几年前欧元汇率高的时候，你觉得贵，那是真贵，现在呢？甚至是1比7.5左右徘徊，这中间差的10几20%，就是白送给你的利润。这就是人性的贪婪，我们都想用最少的钱过上最好的生活，但大多数人懒得去算这笔账。而富人是怎么做的？富人是在汇率低点的时候疯狂置换资产，在汇率高点的时候套现离场。你以为我在教你省钱？不，我在教你一种套利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如果你学不会，你这辈子大概率就是被资本收割的命。我们来聊聊你们最关心的购物和奢侈品，这也是最能体现人性贪婪的地方。你们女朋友或者老婆天天喊住要爱马仕，要香奈儿，在国内专柜排队还要看柜姐脸色，配货配得像个孙子一样。结果呢？我告诉你一个真实数据，就拿一个经典款的 LV 来说，欧洲的定价本身就比亚洲低，再加上现在欧元汇率的优势，还有那个高达12%甚至更多的退税，这一套组合拳下来，你知不知道你能省多少？你能省出一张往返欧洲的机票钱，甚至更多。这不是我瞎编的，我有个学员听了我的话，趁着欧元低位去了一趟意大利，不仅玩了一圈，帮朋友代购了2个包，回国把包一转手，你是不知道那个利润有多香，他那趟旅游不仅没花钱，还赚了几千块。这就是信息差，这就是利用汇率错觉赚钱的经典案例。这时候你还觉得欧洲贵吗？欧洲简直就是我们的后花园，好不好？再给你们讲个更刺激的例子，我有个朋友，他是做二手表生意的，以前他都是去日本扫货，现在他直接飞德国，飞瑞士。为什么？因为汇率跌了，那些藏在欧洲小镇表行里的古董劳力士、百达翡丽，换算下来价格低的让你怀疑人生。他每次去就像进货一样扫一圈回来，转手卖给国内那些土豪，一个月赚的钱比普通人1年工资都高。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不要只看新闻联播，你要看真实的数据，看真实的生意机会。你可能会说，哎呀，我不买奢侈品，我也不玩表，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好，那我们来说说生活必需品。你去过欧洲的超市吗？你知道在那里1升的高品质牛奶只要不到1欧元吗？你知道那边的红酒比国内的矿泉水还便宜吗？那种在国内卖几百块的高级奶酪、火腿，在那边就是白菜价。当你在国内为了几块钱的菜价斤斤计较的时候，那些你看不起的欧洲人正在用极低的成本享受着极高的食品安全标准和生活质量。这就是货币购买力的错位。如果你不懂得利用这种错位，你就是在浪费你手里的钱。你的钱在国内可能只能买个低配版的生活，但换个地方，换种思路，同样的钱就能让你过上顶配的人生。这难道不是我们赚钱的意义吗？
去寻找那个性价比最高的地方，去释放你的人性中对美好生活的贪婪。这没有错，错的是你因为无知而固步自封。刚才我们讲了包包和咖啡，我知道肯定有人会告我说那些都是身外之物。好，那我们就来聊聊你这辈子最大的开销房子，还有你的身份焦虑，这才是真正的重头戏。很多人觉得欧洲物价贵，其实是中了一种心理学上的圈套，叫锚定效应。你的大脑被国内那一线城市畸形的房价和收入比给锁死了，你习惯了掏空6个钱包去买一个只有70年产权还要背30年房贷的水泥格子。所以当我告诉你，在希腊的爱琴海边，在葡萄牙的里斯本，或者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一套带花园带泳池的永久产权别墅，可能只需要你国内一套老破小的首付时，你的第一反应不是兴奋，而是恐惧。你会觉得怎么可能这么便宜，肯定有坑。这就是人性的弱点，我们宁愿相信昂贵的谎言，也不敢拥抱便宜的真相。我有个做互联网的朋友，几年前被裁员了，手里拿着200万赔偿金，在国内焦虑的睡不住觉，觉得这点钱在北上广深连个厕所都买不起，还要担心坐吃山空。后来我们聊了一次，我直接建议他去南欧考察一下，结果你猜怎么住？他现在在西班牙过着神仙一样的日子，200万人民币在那边买了套非常体面的公寓，每个月靠租金和理财就能覆盖生活费。那边的物价，超市里的牛奶面包比国内还便宜，肉类海鲜更是白菜价。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心态的转变。他在那边不需要卷，不需要看老板脸色，这就是利用汇率优势和资产价格差进行的降维打击。这就是我在视频开头说的贪婪，你要贪的不是小便宜，而是贪图一种更高级的活法，贪图一种对抗内卷的自由。这时候你再回过头来看，所谓的欧洲贵，是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那只是针对游客的贵，对于懂资产配置的人来说，现在的欧洲就是一个遍地黄金的价值洼地。特别是现在欧元和房价都处于一个微妙的平衡点，你现在入场，等于是用打折的汇率去买打折的资产，这叫双重套利。这种机会一辈子可能就遇到那么1-2次。很多人想着移民，想着拿个身份给孩子铺路，但总觉得那是亿万富翁的事，错，大错特错。正是因为汇率的波动，现在很多欧洲国家的非盈利移民或者购房移民门槛，换算成人民币后，其实已经到了很多中产家庭够一够就能摸到的位置。还有留学，很多家长觉得送孩子去英国、去欧洲读书是天价，那也是老黄历了。现在英镑和欧元都在一个相对历史低位区间震荡，现在送出去读书，光是学费和生活费，4年下来能比5年前省出一辆宝马车。你没听错，就是一辆车的钱。这些钱难道不是你辛辛苦苦赚来的吗？为什么要因为自己的无知而白白扔给汇率市场呢？更别提现在国内的国际学校学费涨得有多离谱，一年20-30万还是起步价，那边呢？很多公立大学甚至是免学费的，你只需要负担生活费而已。你算算这笔账，同样的预算，在国内只能读个2流的国际部，在那边能读个世界排名靠前的大学，还能顺便掌握一门外语，还能拿个工作签证。这不是简单的省钱，这是对孩子未来命运的一次抄底投资。你再想想医疗，我们总觉得国外看病难，看病贵，那是你拿美国的标准在套欧洲。欧洲很多国家是高福利社会，你有了身份之后，医保几乎全覆盖。我那个去西班牙的朋友，他老婆在那边生孩子，从产检到住院几乎没花钱，医院还提供月子餐，服务好的让他想生2胎，这在国内私立医院不得10几万起步。所以说贵与不贵，完全取决于你站在哪个维度看问题。你站在人民币的高点看欧元的洼地，处处都是机会；你站在信息的孤岛上看世界，处处都是陷阱。这就是认知差，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你要有关注全球市场的能力。因为当你把视野打开，你会发现原来你的焦虑、你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把你的人生局限在了一个竞争最激烈的单一市场里。换个赛道，换个货币环境，你的人生可能就是另一番景象。这不是逃避，这是智慧，这是利用经济规律为自己服务。讲了这么多心理博弈和宏观大事，我知道你们最想听什么。你们想问，既然你说的这么好，我手里就只有几万块、几十万块，我也不想出国，我怎么赚这个钱？问得好，这就是我喜欢你们的地方，够直接，够贪婪。听好了，普通人要吃这波红利，根本不需要肉身出国，现代金融工具早就把路给你铺好了。第一招，也是最简单的一招，关注欧洲的奢侈品股票和相关 ETF。你想想看，既然汇率低，大家都去欧洲买包，
那 LVMH、爱马仕这些公司的财报能不好看吗？他们的营收是全球化的，成本是欧元的，汇率贬值对他们的出口是巨大利好。你买不起爱马仕的包，你还买不起爱马仕的股票吗？做他的股东，让全世界的败家娘们给你打工，这才叫顶级思维。第二招，如果你稍微懂一点点投资，可以关注一下欧元资产的债券或者 REITs 房地产信托基金，这相当于你不出国就做了欧洲的房东，享受那边的租金回报。这类产品在很多交易软件上都能搜到，但很多人懒得搜，只会盯着 A 股那几根绿油油的韭菜苗哭爹喊娘。别再做井底之蛙了，把眼光放眼全球，你会发现机会多得让你眼花缭乱。还有外汇交易，虽然我不建议小白直接去玩高杠杆的外汇保证金，因为那个风险太大，但是你可以在银行账户里适当的做一些货币配置，比如在欧元低点的时候分批换一些现汇存住，等你将来旅游或者孩子留学的时候用，这本身就是一种锁定成本的理财方式。你想想，如果明年汇率涨回去了，你现在换的每一分欧元都相当于赚了 10%， 这不比你把钱放在某宝里吃那点可怜的利息强吗？当然，我也要泼盆冷水，任何投资都有风险，汇率市场更是瞬息万变。我看好的逻辑是基于长周期的购买力回归，不是让你今天买，明天就想翻倍的赌博。如果你是抱着赌徒心态，请你现在立刻划走，我的内容只留给有耐心、有认知、想慢慢变富的人。而且你要明白，我今天讲的这一切都是基于当前的数据和趋势分析，市场是动态的，政策是会变的，比如签证政策可能随时收紧，房产税务可能会调整，所以你必须要保持学习，必须要时刻关注市场的动向，不要听风就是雨，要学会独立思考。我今天能做的就是帮你打开这扇门，让你看到门外面那个广阔的世界，那个充满了套利机会的世界。至于能不能走出去，能不能抓得住，就看你自己的执行力了。讲到这，我估计 90% 的人已经掉队了，只有这最后 10% 的精英还在听。没错，我说的就是你，屏幕前的你。你能坚持听到这里，说明你的认知层次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人，说明你真的渴望改变现状，渴望利用这个汇率错觉去收割财富。记住，富人和穷人的区别从来不是勤奋程度，而是选择和信息差。今天我把这个信息差免费送到了你面前，能不能抓住，就看你这根手指头愿不愿意动一下了。点赞、关注、转发给你那个整天喊穷的朋友。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让我们一起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富得流油。最后特别注明，以上内容仅代表个人意见与经验分享，投资有风险，市场有波动，不构成任何绝对的投资建议，请务必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自行评估。这里是赚钱角度，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